一年是大概是左右的澳币，刚毕业生薪水大概左右。这个澳洲兽医的工作，你觉得 work-life balance 也还不错，一周就工作4天。其实我真的蛮推荐来澳洲工作看看。Hello， 我是 Jeff。澳洲是一个地广人稀、酪农业和畜牧业都非常发达的国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在澳洲成为兽医，甚至是专门成为医治马的马兽医，是一种怎么样子的体验呢？之前这个频道有做过一集如何在美国成为兽医的采访，观众的回响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台湾人要怎么成为兽医呢？今天的采访我们就再次邀请到来自南半球的来宾，这次的来宾也很厉害哦，他曾经在台湾攻读动物科学学系，接着再到澳洲攻读学士后的兽医，目前留在澳洲是专职的马兽医。今天的采访呢，就是要来跟他聊聊他在这条路上的心路历程。好，那我们就欢迎现在在澳洲当马兽医的Chris。Hello， 大家好，我叫 Chris， 那就请 Chris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Chris， 然后我现在在澳洲昆士兰当马兽医，对，大部分时间大概有 80% 是看马，当然也有小部分时间是看小动物，所以就是大部分动物都会看，但是很大一部分主要是看马这样子。对，想请问 Chris 原本在大学主修的科系，以及为什么你毕业之后想去澳洲攻读这个学士后的兽医学位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长的故事。我大学是念动物科学系，就是比较偏向畜牧业，就是畜产管理，就是跟兽医有一点点类似，但不太一样。其实我在台湾有试着念兽医系2次，但都没有上。就是我第一次去学测的时候，然后过1阶，但是2阶面试的时候被刷掉，所以我后来就去念动物科学系。第2次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大1、大2很困嘛，就是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到台北去念书，所以大2就有点放飞自我，成绩就没有很好，所以没办法转系。大3认真念书之后，原本有打算用校内转系的方式转系兽医系，但也是一样，面试的时候没有过，因为那时候因为已经大3了，然后再转过去的话有休业年限，所以那时候他们教授其实有担心说，我大3再转过去会不会就是怕我毕不了业这样，所以那时候转系也没有过。后来就是顺就把动科系念完，然后念完之后就是到台东当了替代役一段时间，就当了1年替代役，就是在生产试验所当农业替代役。那时候就有一点思考是，我是真的想要当兽医，还是继续走动科这条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当兽医，所以就是决定说，那不然试试看申请国外的学士后兽医这样，所以就是到国外念兽医系。那你当初有考虑过欧洲或是美国吗？因为欧洲、美国好像也是有学士后的兽医，对不对？对，我那时候其实选学校的时候，我有考虑英国，然后美加就是北美，然后还有澳洲。其实这3个区域在选，因为以兽医系教育学来说，这三个区域算是比较好的，就是兽医系。对，但是那时候选择的话，北美因为如果你没有身份，就如果你不是公民或是 PR， 然后你没有在那边念 undergrad 的话，申请几率是有机会申请上，但申请上的几率很低，因为他们会优先留给你有他们身份的人，所以那时候就剩英国跟澳洲在选。那我那时候申请的时候，英国他们相对于毕业生的签证比较没有那么友善，就是澳洲算是相对比较好，毕业之后留下来找工作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就选择澳洲。申请你这一类的学位有需要通过什么检定吗？当然英文检定一定要嘛，有没有比如说你要先考过什么可能兽医的检定或者什么生物类的科学的检定之类的，像什么 GRE 生物之类的？美国的话需要，但澳洲跟英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你的在学成绩跟你的背景有没有相关。现在要考一个是人格测验，像是医学系他们也有这个人格测验，就是类似说你的人格适不适合做这医疗行业这样子。对，但我那时候是没有，那时候是主要是就是你的在校成绩要够好，然后你有没有相关的跟动物有关的经历，像实习经验之类的。对，那因为我当初是念动物科学系，所以我在这方面算是蛮有优势的。对，然后还有你要写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你要写你的为什么你要申请兽医系那为什么你要选澳洲为什么选这间学校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是英国跟澳洲的学校的话，比较看你的相关背景，就他们的考试相对于美国来说比较没那么多。如果在澳洲假设我已经上了这个学士后兽医，那我要成为兽医，我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或检定必须要在那边是有实习过吗？澳洲兽医系的话，它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国考，就是他们是
毕业考，就是每一间学校兽医系的毕业考，就算是他们的执照考，就是你只要通过学校的毕业考之后，你就可以注册成为澳洲的兽医师。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有很多时数的校外实习，兽医系1、2年级的话，你必须要16周的校外实习，就是你除了学校上课之外，你要再抽空去做16周的校外实习。然后3年级跟4年级的话，总共是21周。3年级的话进到临床嘛，那就是你上课之外，你就要再做4周的校外实习。然后进到第4年就是全部的，等于是你做轮诊，就在 rotation。那你学校 rotation 完之外，你要再做17周的，就是去各个不同的诊所做实习这样。所以就是这整个的训练来说，我们有超级多时数的校外实习。这就是都是发生在学士后兽医这个学位。对。哦，那真的很多对，就是我们就等于是你平常学习的时候你在上课考试，然后你学期放假的时候你就要去做实习。对，所以其实很少自己的时间，就大部分都是花在课业上面。那这个澳洲兽医，你已经有执照了嘛？那你先想要转换回台湾工作，可以直接带回去台湾就开业吗？还是台湾不行？要申请台湾的学历认证，然后要考完就是要考过台湾的国考。对，所以你不能直接无痛转换。但是如果你是说你想要去英国的话，或者是欧洲这些国家的话，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的学历如果想要去美国的话，也是就是要再通过美国那边的国考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观众应该会非常的有兴趣，就是你读这学测兽医的学费，一年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呢？学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对，那时候我刚入学的时候，一年是大概是6万左右的澳币，就一年。然后我们要念4年。这是光学费吗？还是有包含就是光学费，就是光学费，对，不包含生活费。然后它是每年都在涨，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大概是6万多，然后毕业的时候涨到快7万。哇，对，很贵，其实很贵。所以那时候念书的时候，真的就都是省吃俭用，就是你要跟人家住很小的房间，就是2个人share一个房间之类的，然后就是只能吃鸡腿饼什么之类的。就是念兽医系真的时间真的很少，就是你真的时间都花在念书上面，所以你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打工什么之类的，生活过得超级拮据，对吧？因为你出去实习什么之类的，学校不会给你补助，你还要再自己花，就是交通费，然后住宿费，对。就是在国外念兽医系的开销真的很大。你现在已经成功的出来就是工作了嘛？那我也蛮好奇这个薪水的部分，你可以再稍微透露一下这个 range 吗？或者是就是它应该是也算是薪水蛮不错的行业吧？以澳洲来说算是还 OK， 就是它不到很顶端的那一群，但是我是觉得以兽医来说，就是以那个 range 来说算是还蛮 OK 的。像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刚毕业生薪水大概是6万5左右，但是现在新毕业生已经可以拿到7万到8万左右这个 range。那你工作几年之后，你有一定经验之后，5年之内你大概都可以升到10万以上。对，那如果 GP 到底可能大概就是13到15万这左右到顶的话，对，像我现在已经工作4年左右嘛，要进到第5年，那其实我年薪已经升到10万以上了，我觉得算还 OK 啦，就是你其实过得可以，还算蛮舒服的。所以这个澳洲兽医的工作，你觉得 work-life balance 也还不错哦？我觉得很好。澳洲这个国家的它的工作社会气氛真的是非常注重，就是 work-life balance。你一下班就是下班，他们就是5点准时关门。以小动物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在一般诊所，那你可能就是工作8到6，就是你可能一天工作10小时，那你一周就工作4天。啊，4天呢？这样就变成一天10小时嘛，那你4天就是一周工作40个小时，对，然后你就会有一天的 day off。所以就是小动物兽医他们的 work-life balance 真的很不错，就是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然后你有自己的时间，这样你也不用下班之后还要接事主的电话什么。那像我们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一样，就是但是我们的也是还 OK， 就是我一周轮个1天晚上的几点，像我昨天晚上就轮 on call。那我今天就可以放假这样子。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工作这个4、5年来遇过最有趣的事情，或是有遇过什么文化冲击吗？就是你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环境比较不会遇到的？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当过兽医，所以我不太清楚台湾的文化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最有印象的 case 的话，就是我之前做完 internship 之后，自己去就是做一个马的全麻手术，就是在农场上面就直接动手，就直接在农场上面就直接把马就是放倒，就是全麻，然后把伤口缝合这样。那个手术印象蛮深刻，因为那算是就是我自己第一个比较大型的独立手术这样子。
对吧？然后其他的就像是文化冲击的话，就是你要去适应一些 farmer 的口音啊，因为其实昆士兰地方他们的澳洲口音真的超级无敌重，就是他们讲话都会含在一起，有时候你真的会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就是尽量他们拉雷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是因为我之前是在 Melbourne 工作跟念书，所以我在 Melbourne 待很长一段时间。最近搬到 Queensland 之后，就是那个口音的差别真的很大，真的需要适应。就是刚搬来 Queensland 的时候，出诊去跟那些农场主打交道的时候，就真的有 shock 到一下，就是说这个英文好像跟我学的英文不太一样。但现在在这边工作了半年多，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也渐渐在适应了。那如果我在台湾，假设我已经台湾的兽医系毕业了，我要去澳洲，我可以直接去工作吗？还是我要再读一个硕士，或者是再读一个学士后之类的？如果你有台湾的兽医学位的话，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澳洲这边当兽医。最花钱、最花时间就是在念一个兽医学位。其实如果你有台湾学位的话，其实我不是太推荐这件事，因为真的太花时间跟金钱了。那你可以选择就是考澳洲这边的换照考，算是澳洲这边给海外兽医师来这边执业的一个机会，就你可以考换照考。那个换照考分为笔试，然后你笔试过完之后再考口说。那口说就是我觉得口说跟实作考会是台湾兽医比较觉得困难的一个点，因为它是每个动物都要做，就你每个动物都要学。其实台湾小动物真的蛮厉害的，所以小动物方面的话，台湾说应该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它还会另外考说牛啊、羊啊，然后还有马的这些知识，就是相对台湾兽医来说，可能是比较缺乏的训练。对，但是有稍微准备的话，应该也是，就是应该也是有机会。所以就是如果我是兽医，我有兽医执照，我想要去澳洲职业，就要多准备一下这一个部分。多有考试，或者是有些人会去美国嘛，那美国有另外一个受训机制叫 PAV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美国的考试。那其实如果你考过那个美国的考试的话，你也可以拿美国的执照过来澳洲执业。哦，原来是这样。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或者是你可以通过英国的执照考试，然后再过来澳洲执业这样子。对，也蛮多方式的，蛮多管道的。对。然后其实我真的蛮推荐来澳洲工作看看，因为这是真的，他这边的生活品质真的是还算不错，而且澳洲其实蛮缺兽医的，就是如果是相对好移民的一个管道。对。下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如果想要攻读这个领域的学位啊，或者学兽学位，你有没有推荐学弟妹可以先做什么功课啊？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曾经有玩太凶过，但是还是补救回来了。对，我觉得成绩当然是尽量能顾好啦，就顾好，因为毕竟你申请的话，他们还是会看你大学的成绩。那我那时候因为是申请莫大，然后刚好莫大它比较着重你学士的后2年的成绩，所以我刚好就是前2年完了，然后后2年认真读书，所以后2年成绩有拉回来。我觉得在校成绩就是能顾当然尽量顾啦，然后就是你成绩之外，你可能如果有机会去比如说兽医院或者是什么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实习，增加一点相关经历，或是确认你真的想要做兽医就是这个工作，我觉得会是蛮大的加分项。因为其实兽医我觉得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它其实你必须要接触到很多生病的动物，然后你需要面对动物的生跟死啊，就是有时候对自己的心理压力其实会蛮大的。有些人在没接触这一行之前会觉得自己可能对兽医有兴趣，但是他进入到这一行之后，他反而可能会没办法承受这些心理压力。所以我就是蛮推荐，就是如果你对兽医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在申请之前拨一点时间去动物医院去或者收容所去看一下兽医他平常在面对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可能会更加坚定想要做兽医这些回事，但有时候可能会就是让你理解到兽医这个职业可能不是你所想的这样子。对，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一下 Chris 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你应该还会在那边再待一阵子嘛。你有计划想要回来台湾职业吗？还是就先在那边继续累积经验看？其实我是有计划，最后还是会回台湾。就是我其实之后想要攻读专科嘛，我有兴趣的是马外科。我有想过，就是可能在这边拿到专科执照，然后再多工作几年之后，可能回台湾。在台湾现在目前这一块，就是马外科或是马运动医学，其实还蛮缺乏的。所以我想过，就是在这边累积几年经验，拿到专科执照之后回台湾这样子。就是如果有需要传承经验的话，也可以就是帮忙台湾的兽医这样子，对啊。之后如果我有机会，应该还是会想要回台湾。目前就是现在这边累积多一点经验啦，对啊。然后之后可以回去
贡献自己的知识。一定可以啦，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这是我的理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所有问题了。再次感谢 Chris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对对，荣幸。如果对啊，大家有对去澳洲当兽医啊，或是当马兽医的话，这一集应该蛮有帮助的。再次感谢 Chris。如果大家有喜好，对吧？也可以跟我要我的信箱什么之类，就是对啊，我可以把它放在说明栏里面，大家可以寄信问 Chris。感谢 Chris。谢谢，荣幸接受采访。